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总统憋大招，禁止中共党员赴美签证。我们只说了一部分啊，因为标题不够长啊。那么我们讲的是赴美签证，其实这个新闻不仅仅涉及到是赴美签证啊。这条新闻来自于《纽约时报》的独家新闻啊。那么它的报道是这样说，我先把《纽约时报》的报道啊从头到尾讲一遍啊，有些不重要的我就去掉啊。《纽约时报》是这么报道，川普总统正在制定川普的白宫班子啊正在制定一个签证计划，禁止3类人进入美国啊，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中共党员、国企高管，然后是解放军的官兵啊，这3类人啊，3类人他本人和他的家属啊禁止入境。那么而且在美国的签证，就是这些人已经在美国的，他的签证可能会被取消啊。如果他的签证被取消，那么他就要赶紧回去啊，那叫驱逐啊。那么这个方案里面还包括什么？包括25名政治局委员，和他本人和他的家属，所以这件事情就影响就非常的大了。虽然这个新闻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还值得跟大家讲一讲。那么报道是这样说，白宫、国务院、国土安全部的官员参加了这个禁令的相关讨论，这个计划的细节还没有最后敲定，川普总统也可能最后不实施这个计划都有可能。那么白宫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底下的人讨论啊，那么看一下老大愿不愿意，老大愿意就继续讨论出方案，方案完成之后放到总统桌上，总统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他有各种考虑啊。等方案做好放到那里，然后他再找他的顾问来聊啊，觉得 OK 就实施啊。大概他们的决策过程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啊。那么《纽约时报》是这么说啊，《纽约时报》说的啊，虽然为了竞选连任，川普总统一直在刻意树立他对中国强硬的形象，但是自从2017年上任以来，川普总统在对中国政府的言行上一直摇摆不定。他曾经在疫情和贸易问题上批评中国，但他也赞扬过习近平，恳求习近平帮助他赢得连任，并对香港和新疆的镇压保持沉默，甚至表示赞同啊。这是《纽约时报》的评论啊，《纽约时报》。然后呢，中共党员有多少人？9200万人。那么解放军有多少人？200万。那么当然，我相信如果把9200万加上200万，那就9400万。那么中间有一大部分是重叠的啊。那么还有国企高管一定是党员啊，这没有疑问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个家属算进去，那受影响的会有多少人呢？我估计应该至少是3亿人啊，3亿人。如果这个政策出台，那么有3亿中国人是去不了美国的啊。那么2018年有200万中国公民赴美旅行啊。那么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政府他并不知道谁是党员啊，对党员这件事情并不知道啊。那么要确认党员身份，然后再阻止他入境，甚至驱逐他，那么在技术上有一点困难啊，但是也并非完全不可行啊，因为这里面有一些非常简单的这个我们叫杠杠啊，这杠杠放进去基本上就很清楚了。比如说你的职务啊，你的级别，行政级别主任科员以上一定是党员，主任科员以上如果不是党员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啊。那么民主党派有可能民主党派来个副市长，但是就算民主党派里面都有共产党
所以这个问题，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很少的案例，就是民主党派有一些级别，但是很少，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也说怎么鉴别得了？这些包给我，我能做到，不复杂。其实对中国人来说，真心不复杂。你看看他的行政级别，你就大概知道；看看他的职务，问一下他的行政级别。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有个问题，什么问题？隐瞒就是说你是中共党员，但是你说我不是你做一个虚假陈述。在西方国家，在这个普通法的国家，那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能够犯错误因为万一抓到了，后果非常严重后果非常严重。就是我叫虚假陈述，虚假陈述是个罪，刑事罪是个刑事罪来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说。我一不小心加入了中共然后他这个政策出来，我怎么办？让你回去你就乖乖回去。你说我想办法黑下来，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如果他跑来问你，你是中共党员，你说我不是，那这件事情就千万要小心千万要小心。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在中国撒谎不是撒谎基本上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在中国中国那个社会，撒谎是一个通行证你要走得越远，你撒的谎会越多那么这是一个在中国人撒谎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所以但是这件事情在其他国家不是在其他国家碰到这件事情千万要小心，要想清楚想清楚这件事怎么办好，《纽约时报》继续说，近几个月来白宫的高级官员将中共和中国分开，说中共应该受到惩罚，必须挫败中共的全球野心然后他们把这个掩盖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爆发，这个新疆集中营关押100万维吾尔这个穆斯林违反香港的一国两制等等，把这些全部算到谁的头上？算到中共的头上所以呢，他们才会采取我刚才讲的就对中共党员的签证禁止这个中共党员的签证这个我们简单的评价一下第一个川普政府开始找着北了他们终于开始聚焦什么呢？他们开始聚焦把这个相关的措施聚焦在中共身上这是一个开始解决误判问题的一个开始我觉得他们可能看了我们的节目开玩笑。第二，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的大影响非常的大。为什么？你想一下，它等于这个措施一出来，等于在中国有任何就是一官半职的任何一个人都到不了美国了这个去不去是一回事，能不能去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么在美国的华人影响也很大。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华人有很多是党员，加入中共不一定是一个有政治取向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中国加入中共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它变成一个怎么说呢？变成一个生活的选项它不一定背后有什么意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多人受影响会有很多人受影响。那么这件事情的细节会怎么安排？就是说我到了美国，我已经移民到美国了，你这个东西出来我的移民签证是不是就失效了呢？我有没有办法去补救呢？我能不能退掉呢？不知道，现在没有细节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细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想
我们还是静观其变吧，大家也别乱了方寸，但是要知道有一件这件事情在发生，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该怎么办？该去陈述的就要去陈述你比如说在美国，如果这个政策出来，它没有相关的配套，那我已经到了美国，我已经拿了移民签证，你这一出来，我的移民签证失效了，这不行，那我肯定要去抗议的，一定要去申诉的。那我怎么办？你总得给我一条路走吧，总不能让我回去吧，是吧？所以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关注所以在美国的华人有影响那么那年轻的时候少不更事，加入了中共，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但是你不能让我现在几十岁了还为此付出代价，这不合理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要关注那么继续新闻继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月16号的记者会上，他开始跟着这个外交部长王毅开始说软话了开始说软话了。这些战狼们现在开始变成战狗了。那么他说，中国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希望美国能够回归理性，客观看待中美关系。对于中美贸易协议，他说中美达成的协议对两国都有利我们当然希望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能够得到切实的履行。这就是说给川普听的那么他说如果蓬佩奥有诚意，我们可以不对他实施签证制裁，欢迎他到中国来，到新疆看一看。他说这个话呢，华春莹呢，我要批评他一点，其他的我不说，他职务行为我不说华春莹有一点，作为外交部发言人那么他过于轻佻外交部发言人，你看台湾外交部发言人也是个女性，但是你看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她表现出来就很端庄端庄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轻佻。其他的战狼我不说就是正常的情况表现出轻佻来，这和一个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就不相称。那么至于纽约时报的报道有记者去问他说你怎么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中共党员和及其家属前往美国。华春莹的回复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报道属实，只能让人感到美国的可悲。你看他的态度已经很柔软了那以前那肯定是破口大骂，泼妇骂街那现在你看他只能感到美国的可悲相当的柔软那么这个新闻我就讲到这里这个新闻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在美国的华人影响非常的大，大家要小心，我会跟进这件新闻一有新的报道一有新的消息我会跟大家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件事情也反映了白宫开始聚焦问题的本质说明这个方向在改变，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在改变。在此之前很多动作是没有明确对象的没有明确对象，很多动作是这个但是现在他把这个问题聚焦到中共身上这个开始这个方向开始变，就是他开始想要伤害对方的措施了，这个态度不同了在此之前没有想这件事情，以前想的是只是我做一个动作表达我的立场和态度，现在他在想一些要伤害对方，怎么样让对方痛的措施。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大的改变非常重要就是说美国政府开始想朝着这个方向想的时候，那这个意义就不同了意义不同。好，这个新闻我就讲到这里，我下面要讲什么呢？讲那个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第二季度的数据那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这个 GDP 第二季度的 GDP 按年增长了 3.2%。那么
这个数据造假已经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啊！就是说本来我今天是想拿这个做放的标题里面，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是签证的影响大一点，所以我还是把签证放的标题里。这个新闻我觉得国家统计局在经济数据上的造假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为什么？因为就算用他公布的数据，你也得不出来这个 3.2 的增长 3.2 的这个结果来。就算他公布的造假的数据，其实他现在公布的所有的数据都在造假。国家统计局从疫情到现在，他已经进入系统造假的，就是所有的数据都在造假啊，所有的数没有一个数据不造假，因为他不可能不造假，因为没办法配套。他现在的问题是，现在今天公布的这个 GDP， 第二季度的 GDP 造假，已经完全没有技术，就是不存在技术条件了，技术上已经不成立了，因为他自己公布的数据已经不能支持他 3.2 了。我就拿他的数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讲给大家听一下啊。中国经济有3驾马车啊，3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这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的3个动力啊，当然会有其他的动力，但是跟这3个比不上啊。这3个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啊、经济运行的核心的3个动力。那我们就来看，我再加上一个什么数据呢？再加上一个工业啊，工业的数据非常反映需求。那工业我开工工厂开工生产，它肯定是能够卖出去，它才会生产。它卖不出去，仓库满了，它就会停工的。所以我把第4个数据放进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再加上工业。工业一头是反映什么？内部需求，另外一头反映出口。有出口，有内部需求，才会有工业啊。如果这2个不行，工业一定是掉下来的。其实工业是你看到的工业的数据，理论上应该是结果，我把它也当做分析这个 GDP 的条件啊。那我们先讲零售啊，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2256亿啊，按年下跌了11%，消费下跌了11%，其中6月份啊33526亿啊，按年下跌了1.8%。6月份数据有所好转，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不可靠。为什么？你想一下，6月份通常6月份往年的6月份就是开始进入消费旺季，6月份6、7、8、9这4个月，如果是零售商，这4个月应该占他一年销售的至少占到一半左右啊，这个旺季。今年6月在下雨，在洪水，所以他这个数据不对，但是不对也没关系，也足够佐证他这个 3.2 增长是多么的厚颜无耻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上半年消费跌了11%，我觉得还肯定不止11%，整个2月份都没有消费，3月份也没有消费，哪有消费？就是一点外卖而已啊。上半年啊，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2.4%， 这个笑死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的收入还比去年同期涨了 2.4%， 然后扣除价格因素下跌 1.3%， 这数据可笑到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无法理喻的地步了啊！你看一下后面它的失业率就知道它这个数据这个数据造假的水平多么差啊！然后上半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9718元人民币，比上年
同期下降 5.9%， 扣除价格因素下跌 9.3%。 好，我就不反驳了啊。这是第一，消费啊。第二，出口，进出口都在跌啊。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14万亿啊，同比下降 3.2%， 其中出口下降 3%， 进口下降 3.3%。 出口是在下降的，而且出口他说下降 3%， 这纯粹是胡扯。但是我就算它 3%啊，其实这个 3% 是绝对是胡扯啊！你出口给谁呀？都关闭啊！好，这是出口啊。第三，固定资产下跌 3.1%，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8万亿啊，那么按年下跌 3.1%啊，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跌 7.3%。2月份有投资吗？没有。3月份有投资吗？没有。2、3月份上半年总共6个月，其中有2个月，就1/3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动，没有开工。3月份开始，4月份开始有一点动。你想想看，它怎么可能只跌了 3%？ 这数据造假已经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然后他就开始做房地产投资62780亿，按年增长 1.9% 啊，我不知道这个增长怎么来的啊，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工的。固定资产投资其实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要开工，就是工地要开工。你2、3月份民工都在家里都没出来，你上哪开工去啊？一年上半年总共6个月，有1/3的时间没办法开工，你怎么去增长？我不知道它怎么去增长。然后就是工业增加值，上半年工业增加值按年下降 1.3%。我们现在构成 GDP 增长的所有的动力都是下降的，那么你说 GDP 怎么涨了 3.2% 呢？怎么会涨出来 3.2%？ 还有失业率，我们讲个失业率，他说城镇失业率是 5.7%， 6月份今年6月份的就业情况那么差啊，那么多这个农民工已经回乡了啊，城镇白领失业的情况也非常的多，怎么可能只有 5.7% 呢？去年我们不说现在，去年这个时候才 5%， 今年只比去年多了 0.7% 吗？这不是非常可笑啊？就是我觉得国家统计局已经不好好干活了。然后其中20到24岁拥有大专学历失业达到 19.3%， 就是应届毕业生啊，讲的应届毕业生，这个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你从应届毕业生从失业率来看，人均收入还能涨？怎么涨？你涨一个我们瞧瞧，这非常的离谱。所以国家统计局的这个第2季度中国经济的数据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他们造假水平非常的差啊，造假水平非常的差，那么完全没有这个技术含量啊，完全没有技术含量。好，那我们讲完这个 GDP 啊，那我们开始讲，另外还有两个新闻，我也想今天我们就尽量多讲一点啊。一个什么呢？一个就是德意志银行新任的亚洲区首席执行官，他们会把这个首席执行官 CEO 的办公室，亚洲区的 CEO 的办公室从香港搬到新加坡去啊，搬到新加坡去。这件事情有影响啊，为什么？因为德银还是个很大的金融机构啊，德银非常大。那么他把这个 CEO 的办公室从香港搬到了新加坡，影响很大啊，影响很大。对于这些投资银行来说，虽然德银以前是有过双总部啊，就是说德银曾经在2012年到2016年，德银有2个联合 CEO 啊，一个 CEO 在新加坡，一个 CEO 在
香港，那么负责整个亚洲的业务。那么2012年，但是2016年之后呢，那个他只剩下了一个 CEO， 这个 CEO 呢就在香港，2016年到现在都是一个 CEO。现在呢，新任的这个 CEO 呢7月底退休，然后新的 CEO 呢就不到香港，直接去新加坡了啊。那有没有新的 CEO 在香港呢？没有，所以实际上他还是把总部从香港搬到了新加坡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啊。那么在这个全球主要的银行，就是投资银行，瑞信跟瑞银啊是在新加坡啊，他们的负责人啊，亚洲的负责人在新加坡，巴克莱的亚洲负责人在印度啊，然后摩根斯坦利的联合 CEO 一个是在香港，一个是在北京，大概是这样啊。这是一个新闻啊。那么之前又有新闻传说，这个《纽约时报》把他们的数字业务的办公室从香港搬到了韩国啊，大概占他们这个《纽约时报》在香港人数的大概有1/3啊，从香港搬到了韩国。那这是一个趋势啊，你会看到陆陆续续的会有人这些金融机构开始搬走，先搬人再搬钱啊，钱就是一个按钮就走了啊。这是一个新闻。另外还有一个新闻，这跟什么有关系？跟股市有关系啊。瑞银发表了一个他们的报告，叫什么2020年环球家族办公室报告。这个报告讲什么呢？他们的客户啊，瑞银是一个非常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的公司啊，他们有很多，其实他们的最厉害的业务就是私人银行的业务，就是帮那些亿万富豪管理资产。他说呢，他这个报告讲呢，他们的客户啊，就是亿万富翁啊，那些亿万富翁就是讲的是多少钱，就是他们的平均财富是16亿美元啊，16亿美元，那很有钱，非常有钱。他们的客户开始逐步的将资金撤离股市，他们的客户正在撤离股市。那么3月到5月啊，股市急涨的时候，这些亿万富翁啊，这个获利丰厚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股市在调整啊。那么瑞银全球家族办公室的负责人说，这个3月份全球股市暴跌的时候，瑞银最富裕的客户就开始做杠杆啊，就开始借钱，借很多的钱，在股市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就在股市暴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入市了。那么现在呢，股市涨起来了啊，3、5月份股市涨起来呢，他们开始估出这个股票，然后获利啊，他们将利润投资在住宅和私募基金，甚至用于企业并购啊。他们关注什么呢？科技、医疗、私募基金受到欢迎啊，他们的调查是在2月份、3月份和5月份进行，合共访问了121家家族办公室的客户，平均财富是16亿美元，客户分别来自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美国啊4个地方，大概就是这样。好吧，我们今天用半个小时讲了好多新闻啊，好吧 ，OK， 那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川普总统对中共党员采取这个签证禁令，影响非常大啊。那么美国政府开始找到了他要攻击的对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GDP 啊，第二季度中国 GDP 说涨了 3.2%， 就是比去年同期涨了 3.2%， 这是非常厚颜无耻的造假啊，而且他造假的所有的数据都不靠谱啊，所以这个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机构开始撤离
撤离香港，然后这个资金开始撤离股市啊，大概就是这样，好吧 ？OK，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今天点赞不够，请大家点赞啊。那么，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又发现啊，我们又遇到平台的冻结数据了啊，今天的数据昨天的流量数据又被冻结啊。那么，平台还是看不得我们好啊，看不得我们好啊，所以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尽量给我们点赞。尽量给我们转发啊，转发我们的视频，好吗？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例行公事啊，也是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啊，鸣谢一下，闪电233，谢谢，一杯小咖啡，王老师加油。好的 ，Sophie 萌，谢谢，984 degree， 谢谢 ，Sir，Good evening，Buy you an Indian traditional tea， 好的，谢谢 ，Crane， 谢谢 ，Little Lamb， 谢谢 ，Leo 刘，谢谢，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情况：申请签证的时候需要复印户口本资料，上面有政治面貌，人家是有留底的。OK， 户口本那上面有政治面貌吗？我真的不知道啊。那这个是有影响。观点：许多共产党员早已用脚投票了，党内官员早用贪腐行为证明他们是那个国家的蛀虫，他们是毁掉那个国家的主力，而普通的党员是给官员抬轿子的，是邪恶势力的帮凶，还是让他们待在自己的国家继续抬轿子吧？我觉得还是有一大部分，其实所谓加入中共还只是为了谋生而已啊，更多的就是说抬轿子这件事情，我觉得客观上是有这样的结果，但是并不是你很多人是在读大学的时候，班主任就拿这个表，你这成绩不错。加入党员吧，这个要求进步啊，你不加入的话不行，还天天做你工作，所以说那就加入吧。很多人是这种情况下加入的啊，所以那有些人也有一些思念，就是说加入党员以后发展有好处没坏处，都是出于这个想法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不能一棍子打死，就是说所有的党员都是中共的帮凶啊！我觉得也有很多人真的没有跟党员他的职务、他的整个的事业跟党员没啥关系。很多人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啊，这个我们要说一些公道话。那当然，当官的、当权的那些党员肯定是毫无疑问是作恶多端啊，这惩罚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也应该给大家给大家开个后门吧，我觉得至少有退出的机制吧，是不是？观点：党员是可以自己选择的，但党员家属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尤其是子女，放在一起制裁有失公允吧？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为什么？那你也有好处啊，你有好处啊，就是除了我说的刚才的那个情况之外啊，那你当这些官员的子女，当然你是没有选择，但是你也有 benefit 在里面，是吧？所以观点 CCP 绑架了所有中国人，我相信党员里面肯定有无辜的，那能怎么样？就像香港美国取消香港独立关税，香港不也是无辜的？是的。观点：我认为美国政府全面禁止中共党员签证的可能性不大，基本上是美国一些主流媒体放出来的消息。考虑到这些媒体一贯反川和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我严重怀疑这是主流媒体的炒作。
有点逼着川普骑虎难下的意思。实施吧，操作性差，可能会引起一些过犹不及的批评。如果不实施吧，左派媒体可以反过来说川普不够强硬。顺便说一下，我不是川粉。第一，我对《纽约时报》的专业操守，我还是有一些认可的啊，所以我不觉得媒体是在造假啊。你是在说他们放出来的消息，也就是他新闻造假，我不觉得《纽约时报》的这个新闻是造假啊，我相信他，这是第一条。也就是说，我认为《纽约时报》报道的这新闻是真实的，这是第一条啊。第二条，他到什么程度啊？白宫的这件事情到什么程度可能会有程度的问题，就是说，白宫肯定是在讨论过这件事情啊，而且在做一个这样的方案啊，这个我认为是肯定的。至于说这个方案到了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他新闻里面也讲得很清楚，这个方案可能川普总统不接受，不采用，有可能，因为政府白宫里面是这样的，他在讨论一件事情，他不一定会采纳啊。这是有没有这个你这个网友说的这种情况，这个把这个新闻爆出来，逼川普去更强硬，也许有背后有这样的意图，但是意图的事情，你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那是你的看法。他的意图只有他自己知道，也就是说，你说的这件事情，也只是你的看法。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意涵在里面，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事实本身，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这是一切的根本。如果没有拿来说有，那我不相信这是《纽约时报》干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上不同意啊这个网友的意见啊。观点：川普不需要做什么，他只需要一招就够了。你自己提交材料证明自己不是党员，那不应该，那不行，但不能这样做。为什么？那是叫有罪推断，有罪推断不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你不需要去证明你不是党员啊？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证明你不是什么。这个世界上逻辑是这样的，逻辑是你能够证明你是什么，但你不能证明你不是什么，这是无法证明的，这不符合逻辑，这也不符合这个无罪推断的一个前提啊，所以这个不对啊。观点：确实，如果是国营企业，哪怕是个小小的工班组长，就管着18个人，也必须是党员。只要略微有点小权利，都必须是党员，绝无例外。更高级别的就更是100%必须是党员，就不用说那些真正有级别科处级官员，不可能不是党员。至于民企和合资企业，好像也有往党员方向的倾斜的风气了。民企嘛，反正马云是党员，对吧？马云肯定是党员。这个马化腾是不是党员？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党员。反正腾讯有党总支，这个阿里也有党总支，对吧？你想一下，所以他们有没有党员？肯定是有党员的啊。他们的高管会不会是党员？不知道，不一定是。情况我是在学校的时候入党的，后面自己在外面工作，没有进入体制，也没有参加党组织的生活教育。我自己觉得我是无辜的，我觉得也是。其实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情况退不了的，共产党只能开除，不能自己退。说是不交党费就可以，但是明确的告诉你，只能开除，不能自己退。我认识一个老头，大学教授，提出退党后被组织各种清算。大家知道有什么是不可以退的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组织都能退，只有一个组织不能退啊，还有一个宗教是不能退的，有很多宗教是不能退的啊。
我退出宗教啊，有些宗教是不可以退的，我不说啊，大家自己去查。那么其他的社会组织都是能退的，只有一个是不能退。什么退？什么不能退？黑社会是不能退的，黑社会是不可以退的。你要退出黑社会，最终就是一场血雨腥风。你看过这无数的电影都说明这个黑社会是不让退的。还有一个什么不能退？情报机构不能退啊，这些都是不能退的。就是你看一下，不让退，中共能不能退？中共是不能退的，这个情况说的是对的啊。中共是没有退党这个程序的啊。以前中共还是地下党的时候，登报声明退党，其实那是假的。就我没开除你都是党员，我只要认你是党员，我就可以加法处置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情况大概是2017年前吧，党费都是意思意思，每月交个几块钱。2017年上级发文要求按工资收入 0.5% 到 1% 追缴前5年的党费，每个党员都要补交数千甚至数万元的党费。当时我们单位几个快退休的老党员提交了退党申请，想规避党费追缴，结果被连坐了。组织找谈话，让他们考虑自己的孩子，结果那几个刺儿头老老实实补交了党费。所以说加入中共就别想退，一日 CCP 终身CCP 啊。观点 CCP 搞的都是千年大计，挖都是千年大坑，千万不可和 CCP 谈，否则掉进坑里没商量，只能痛打落水狗。情况在美国，诚实非常重要，不要说谎，一句谎言会造成终身遗憾。情况看Living Undocumented 这部纪录片，一个墨西哥女人和美国退伍军人结婚21年，因入境说了谎被遣返墨西哥啊，必须诚实，不管什么理由都必须说实话啊，这是在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你可以不说，但是要说了必须是实话。观点：入境申请时加入一个非共党的声明书留底，应该会有威慑力。撒谎也要掂量一下后果。情况有朋友是国企党支书，上周刚刚落地，美国带着全家移民。搞笑的是，他连工作都没辞，在美国继续给国企通过网络上班啊。观点：以后那些党员估计要被党掐在手里。如果不听话，就把你公布出来，让美国抓你驱逐你。海外这群党员才是进退两难。观点：中共的党员有几个看过共产党宣言？很多党员入党的目的不纯，他们没有信仰，这样的人可以有为自身利益果断退党。至于那些有更高追求的党员，那就遣返吧。你觉得入党目的很纯的很好吗？那就很可怕，好吗？有信仰的那些党员才是真正干坏事的，大家记住了啊。情况7月15日，乌鲁木齐天山区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乌鲁木齐从今晚12点开始小区封闭，暂定7天。情况：我入籍面试的时候问了我2个问题，至今记忆犹新。1. 有没有曾经加入共产党？我说从来没有。2. 如果加入公民后，会不会去中国加入共产党？我说不可能。OK。提问：美国为什么不动真格的？目前对共产党，美国既有借口，又有人证，而且中国国内天怒人怨，人祸天灾不断。美国等于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这几大条件都具备，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难道等中共缓过来再动手？以美国的军事科技能力，灭掉中共的2艘航空母舰易如反掌，就跟斩首苏莱曼尼一样，不需要大的伤亡。没了航母，中共搞什么海南争端？
美国现在就搞限制党员入境，割削搔痒，你是说直接发动对华战争吗？那你想多了啊！为什么？美国凭什么发动对华战争呢？你想一下这个道理，这个观点非常的不正确啊！两个国家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只能政治解决。你说上来就派军队把这个2个航母炸掉2个航母那不是问题。中国那2个航母是玩具来的，冒着黑烟在太平洋上飘着，有什么用？没有战斗力。那2个航母根本不是问题，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的是什么？讨论的是你讲的是美国应该发动一场对华战争。中国有14亿人口，200万军队，没那么容易吧？而且凭什么呢？你有什么足够的理据来发动一场战争呢？大家不能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看成像小孩过家家一样，这个非常的不正确啊。情况，某网有总结的数据，2季度新加坡GDP 跌 12.6%， 创下2战以来最低，英国跌 24%， 为200年来最差，美国估计是负跌 40%， 为内战以来最差，法国跌 20%， 为2战以来最差，德国跌 11.5%， 普法战争以来最低，日本跌 21%， 接近东京大轰炸。中国跌多少？我不知道，但是肯定说涨 3.2% 是骗人的啊。情况，某江西村民被洪水围困3天4夜，打了3天求救电话无人搭理，于是在微信群大骂习大大，1小时后警察开冲锋艇登门把他接走。情况，朋友做亚马逊的，他说国内生意下滑的很厉害，但海外生意反而好了。海外欧洲开始已经开始 reopen 了啊。那么亚马逊美国的生意肯定是好啊，都在家上网买东西啊。情况， A 股的狂欢结束了，已经连续跌3个交易日，单日最大跌幅 5%， 许多之前涨停板的主力都跌停，目前可以断言 A 股上行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下行阶段。观点，今天股市狂跌到3200，一大批韭菜连根刨掉。观点，贵州茅台股价暴跌，党媒点名批评股价太高。关于 A 股的问题，我们涨之前我们提醒过大家啊，就是股市，中国的股市不是，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的股市，中国的金融市场不要碰，中国的金融产品不要碰啊，这是我今年以来一直在讲的事情。就是保全你的资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变成美元存起来啊，或者你就买国债吧，国债还可以买。但是如果你怕人民币贬值，你就换上美元放在那里就好了，这就能保证你的资产。比啥不要去瞎折腾，钱是怎么没的？钱都是折腾没的，就是你有辛辛苦苦攒2个钱不容易，别想着一夜发达。这些你不能光看见贼吃肉，你还看见贼挨揍。天天跑到你面前炫耀啊，我股市又挣了多少钱啊，我这里又挣了多少钱。他赔钱的时候他没告诉你，他只告诉你挣钱的那部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别人喊2句，这个人喊2句，那个人喊2句，他坐不住了，赶紧跑进去，一进去割韭菜了吧。我跟你讲 99.9% 都是这么发生的啊。所以还是那句话，踏踏实实的过自己的日子，好好的想想经济情况不好的情况下该怎么过，怎么省点钱，怎么弄点外快就行了。你说啊，我钱多一点，想办法移个民走了，别跟他混了，别想着我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还能够想办法挣个大钱。这就你想一下，
经济好景，经济蓬勃成那样的时候，你都没挣着钱，经济跌成屎了，你还能挣着钱？你想想有这种可能性吗？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千万不要对自己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特别是在投资市场啊，好吧？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真的是这个话我苦口婆心讲了好多遍啊，我自己讲自己苦口婆心啊。情况发现，谷歌趋势上查询关键词退档，在过去7天搜索趋势中，过去几个小时出现飙升，看来新闻的确刺激了不少人，有意思啊。观点关于英国禁用华为，英国给华为半年时间备货，正式执行要到年底，正好应对美国大选。如果川普下台，那就有可能调整政策。其次，因为要求2027年才清除华为5G 设备，这其实给留了很大的空间。7年后5G恐怕都淘汰了，感觉英国是骑墙派，王石怎么看？你的意思就是说，英国死乞白赖都得用华为，其他死活都不肯用，是这个意思吗？我倒不这么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华为，没有华为，英国电讯公司会死掉吗？不会吧？是吗？这么简单的道理吗？所以他用得着这么去敷衍美国吗？你说呢？美国最坚定、最可靠的盟友是谁？是美国。美国最坚定、最可靠的盟友是谁？是英国。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叫什么？用比中朝关系稳定的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英国要灭掉华为，就灭掉了嘛，干嘛要留那么多后路嘛？没必要嘛，是吧？你说呢？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从实际上也有这样的危险。你怎么知道？华为是个什么样的机构？英国人不知道，军情六处吃干饭的吗？不可能嘛！你把他的设备放在你的机房里，你知道后门开了多少个后门？你不知道的嘛，对不对？关键的时候他给你中断一下，你怎么办？英国是什么？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精明的很，他为什么非要干这种事情呢？对吧？我不相信你说的话，我还是认为英国人刚开始没那么容易甩掉华为的原因是什么？演出戏给他看嘛，是不是？你说呢？对吧？情况1980年代以前，美国一直在签证申请上列共产党在反动组织一列，其中包括10几个框。后来据说中美蜜月期间，美国将共产党组织从访问签证限制中取消，而保留移民查验是否党员。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说，美国是知道他是不是党员啊，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啊。情况有人李宏宽说，谷歌 YouTube 是故意恶心反共人士，在视频上刚上流量最大值的时候，先黄标1-2天，再把主播收入减少90%，然后第3天后恢复，然后再给你安排巨多的广告，让人们认为主播贪得无厌，产生厌恶。其实大部分收入都被黄标干掉了，毁掉你的收入，然后再毁掉你的名誉。那反正我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我遇到的情况就是，最近黄标很少很少黄标，但是呢，我遇到的情况就是流量冻结。你比如说昨天我们的视频就流量被冻结，就一直在那里，就这么多啊。我们之前发过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还会安排很多的广告。但是我对安排多广告这件事情不一定是他故意的啊，因为你想一下，这个平台上有无数的视频在播放广告，它会不会中间有一些 bug， 或者也是有可能啊，但是也有可能是故意的，反正他会不断的搞你，就是你会遇到各种不顺心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要么呢你的流量有问题，要么呢你的内容有问题，要么呢你反正就是让你没好，就这个意思。至不至于你是反共呢？反正我没有任何的
取向啊，在我的新闻当中，我是跟随什么？我是跟随两样东西。第一个跟随我的专业，第二个跟随常识，就是这两样东西指导我的节目。我判断一件事情对或者是不对，是基于这两样东西，而不是根据你是不是中共，你是中共我就反你，我不是的啊，我是根据是对还是错，这对和错基于什么？基于我们的常识和我的专业啊，对我就说对，错我就说错。那包括川普总统也是一样，包括中共也是一样，我全部都是基于这个前提来判断。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YouTube 给我贴的是什么标签啊，但是我肯定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来判断，我是基于常识和我的专业来判断啊。情况，今天去医院做理疗，听医生说哈尔滨医大医院和医大3院申请破产，医生的工资降到1/3，政府压住消息不让报，这两个医院都是三甲。医大医院是黑龙江最好的医院，我非常震惊，这证明地方政府已经非常穷了，医院都没钱救了，情况很严重，没想到这么严重啊。哈尔滨医大的医院破产这件事情，我是听说，我应该是一个月前我就听说了啊。然后没有正式的消息出来，所以没有办法报。这个我是知道的，一个月前已经有消息露出来。地方政府，特别是像黑龙江这样的地方的政府，那应该是穷的叮当响啊，穷叮当响。情况，王老师，我在读大学期间差点入党，结果因为学校制度特别黑暗，辅导员的喜好决定一切。当时辅导员各种收受贿赂，学生们争相溜须拍马。我由于不愿意做小人之举，坚持做君子，所以没有入党。如今真的是因祸得福，这就是傻人有傻福吧，哈哈。OK。观点要禁止中共党员入境，首先要宣布中共是非法组织吧，否则没有法律依据，不分青红皂白驱逐已经在美国的华人，岂不成了迫害？那你没有不分，他是说党员嘛，这个不能说他不分青红皂白啊，那不算迫害啊，这个不能算。禁止中共党员入境，非要宣布中共是非法组织，也不一定，他有这个权利啊。美国国务院有权选择给谁签证或者不给谁签证，这是美国国务院的权利，所以这个不一定，你这两条都不成立啊。观点，美国法律本来就有不允许纳粹和共党入境，只是没有执行罢了，现在只是法律重提。有这样的法律吗？我不知道。观点，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大陆人尽快让还在国内的家人与你团聚，把握好现在这个时间窗口，在校留学生现在安心读书，暂时不要回国了。是这样，我也是这么觉得啊。在美国定居，在任何一个国家定居的中国人，都要尽快的和你们家人团聚。我觉得一个家庭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家庭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一起。什么叫家庭的价值？如果不在一起，这个家庭是没有价值的啊！就是一个东一个南，一个西一个北，那不叫家庭啊，那不叫家庭，那叫家散，家都散了。家庭就是要团聚，没有团聚的家庭，你吃什么都不香嘛，是吧？你住豪宅也没有意义啊，不会快乐的。这是家庭团聚是幸福快乐的源泉，如果没有这一点，啥都不要谈，你开什么跑车都没用啊。情况，人民币加速升值，美国开始严厉的金融战了，香港即将迎来大规模挤兑，我昨天的香港朋友们都慌了。情况，国务院禁止环保检查了，我五味杂陈，这几年开厂被折腾没了。这环保检查肯定，环保检查这件事情在中国造成什么后果吗？大家知道吗？在中国造成
不多吧，10万以上的工厂倒闭是没有问题啊。那么10万以上的工厂倒闭是没问题的。这如果我们具体去算的话，应该规模会更大啊，规模更大。面试情况，我的朋友夫妻一起入籍面试，老公否认是党员，老婆承认是，结果老公通过，老婆入籍被拒。好，我们今天明谢一下，某某来付党学费了啊，来付学费了啊，谢谢啊。Mary Fin， 谢谢，为王老师的敬业精神和对时事犀利的洞察能力点赞，谢谢。红花配绿叶，谢谢。曾明奇，谢谢，请王老师喝茶，好的，谢谢。Charles Kong， 谢谢，把所有党员赶走是很难操作的，党员是否退党也很难查验证。美国政府可能推出某种自愿声明，让当事人公开或者私下向美国移民局承认自己是党员，签署某些条款，不做遣返惩处。这可能有点像美国20年代排华潮后于1956年推出的坦排项目，有条件特赦非法移民。这个比较靠谱。Charles 的这个分析有比较靠谱啊。于滋滋子，谢谢王老师。运动时请使用防晒霜。大家是嫌我黑了吗？是吗？我是最近是晒黑了啊，晒黑了。是晒的有点过了啊。Hiroko Haebaru， 谢谢。打卡神奈川值夜班间隙，先支持王先生，明天补课。好，谢谢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读哎。请你吃横滨名产祁阳轩的烧麦，谢谢。James Gong，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记得点赞，谢谢。